今天我們來到俄勒岡州的波特蘭，從農夫市場的手作攤位穿梭而過，到 Slabtown 安靜的社區街道漫步，再到日本庭院，觀賞櫻花盛開的瞬間。文藝和浪漫是這座城市給人的第一印象，但真正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它那種對過度商業化的疏離與反叛。如果你也好奇它和別的美國城市有什麼不一樣的話，那就和我一起慢慢走進這座城市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ustin， 我現在在玫瑰之城波特蘭。說起波特蘭，大家的第一印象是什麼呢？有些人會說是籃球，也有些人會說是購物天堂。那在我看來，這是一座被文藝所包裹的城市。街邊隨處可見的餐車，以及獨立的咖啡小作坊，還有遠處若隱若現的胡德山，所有這一切看似隨意的元素，一起組成了這座城市獨特的氣質。那現在已經是初春了，整座城市也甦醒了過來，所以就跟隨着我的腳步，一起去參觀一下這座城市吧。我刚问过了，80年代。我们现在拿到这个饼了。对，这个好像是一種那個非洲特色食物，叫做 sambusa。然後我看到他說裡面有 lamb、有 chicken、有 vegetarian 3種可以選擇，點的是 chicken。來嘗一下，它裡面是雞肉打成肉碎了，裡面有蔥，有 onion。我們已經逛完了這個 Farmers Market， 因為我們倆是很資深的 Farmers Market 的愛好者。這邊呢，我感覺會和我們以前去過的，比如芝加哥和聖地亞哥的不大一樣的，就這邊主要它真的是 grocery 比較多，什麼花草啊、植物啊。如果是本地的 local 過來買菜，應該還是挺好的。但它本身的那個食物的 stand， 我感覺好像沒有很多。對，就吃的東西不是很多，對遊客來說。不過整體的 vibe 特別好，有點像文藝版本的中央公園。我們現在來到的這片地方呢，叫做 Slabtown， 它好像是波特蘭市郊的一塊還不錯的 neighborhood。我們來這邊是為了吃一家拉麵店，叫 Afuri， 可能經常去日本玩的朋友會知道這家店，所以我們想來看一看它美國這家店的口味是不是和日本的一樣。首先內部的裝潢它和日本的就不一樣，日本的更多是一個很快速的一個拉麵店的一個概念，然後這家從它菜單就很明顯看出它甚至有 cocktail menu， 然後有生魚片，
然後這都跟日本的阿芙瑞的感觉定位會不一樣，但是日本有的這些拉麵，這邊也都還是有的。我點了一個柚子味的檸檬水，Austin 點了一個茶，這個是什麼茶呀？烏龍。哦，烏龍茶。我覺得呢，這個柚子味沒有很濃烈。但是湯不算很鹹，我還挺喜歡。有一些拉麵太鹹了。OK， 我現在已經在阿芙瑞吃完了，然後我們在這邊的街區逛一下吧。覺得這邊還是非常有人氣的，很有那種活人感。那走吧，看一看怎麼樣這邊。早上就开始蹦迪了。It's too early。我們剛剛吃了阿芙瑞，評價是跟日本的感覺差不多，但是它菜品好像比日本的時候看着要更多一點。對。然後它這邊 diversity 特別強，然後就給人感覺很舒服，節奏又很慢，對，比較可以 enjoy 生活那種。因為我想美國這邊整個效率就追求效率的社會。所以說有這麼一個慢節奏的城市還是挺難得的。Austin 說之前有一個新聞說他們政府都會盡量讓這個城市不要變得太商業。對。這邊還有點像哪兒呢？就是我去年不是去了布魯克林看演唱會嗎？這邊有點像布魯克林那邊的那個 neighborhood，就是一個湖景的 neighborhood，那叫什麼來着？我忘了。反正也是很有名的一個neighborhood，也跟這邊大概差不多。你不是想買自行車嗎？想買，我本來只是想在這個社區隨便走走，卻不知不覺在這裡逗留的時間比想象中的更久。自行車店、街頭的音樂，還有來來往往的行人，讓整個節奏都慢了下來。但行程表已經不允許我繼續停留。賞櫻是我們這趟旅行的重點，也是下一站最讓人期待的理由。現在我們來到了波特蘭的市中心。眾所周知，波特蘭的市中心已經是相對比較破敗的了。整個波特蘭治安不大好的也是在市中心周圍的區域。但是整體而言，我們都一致認為要比洛杉磯或者舊金山那邊好太多太多了。OK， 现在旭旭已经去商场里面逛一会儿，然后我们现在在波特兰的市中心。待会儿我们就要去日本晴苑那邊去看櫻花，因為現在是初春的時候，肯定櫻花開得特別好。那我們待會兒再見。Thank you。到日本晴苑了，這裡真的好舒服啊！就是排隊實在是太長了，好不容易剛剛進來。哦，還有那個停車也好麻煩，好麻煩。上面有一個甜品店，然後上去吃會甜品。
我們在那個日本花園的這個一個咖啡裡面，然後看上去它是專門賣日本甜品，然後人氣很好。但是大家看一下，點了一個這個 Flight of 3 Mochi Ice Cream， 這個要9塊錢，這個一小塊 cake 要8塊錢。我沒有想到它這麼小，我本來想說3個 Mocha Ice Cream 9塊錢可能還好，然後發現那麼小一個。我還點了一個熱的抹茶，它都會送過來。後面能看得到櫻花，這邊庭院的櫻花已經開了。好吃嗎？測評一下。還沒有，剛進嘴裡。看起来不是很好吃。好冰，好热，好热。跟日本的甜品比起来怎麼樣？好冰，蠻好吃的，沒有很甜，很濃的抹茶味兒。它是外面 mochi 的皮很薄，還可以。這個蛋糕比我想象中的好吃，你嘗一下這個蛋糕。I don't know. Yeah. Bethany has to go to the 哇，那邊有王藤屋的。哇，你看得到哈，遠處的胡德山。胡德山和雷尼爾山的區別是，胡德山是尖的，雷尼爾山是平的。胡德山和雷尼爾山的區別就是頭尖尖的。對啊，我剛就是胡德山。看一看 ，Take a look。哦，小展覽呢。Yeah, great. Go onward. 就日本，它那个庭院，它跟中式的不一樣，它的这種文化叫做枯山水，就是它以留白為美，以空的地方為美。所以你看它中間，就是日式庭院，它是以它這個中間空白留白為美感的。就是那個南青山那邊，不是當時有一個根津美術館嘛，根津美術館裡面的那個庭院也是這樣子，就大家就是會有一個透明的牆在那裡，然後你坐在這裡看它那個庭院。它的庭院跟中式的就風格很不一樣，它的植物都矮矮的、小小的，它就以這個空間留白為美。所以你這樣坐着要看它這個空間，你會覺得好看。它不是說排列組合啊什麼的。它那個光打下來的確蠻漂亮的。可以給大家看看，這邊有瀑布，有櫻花，大家都特別的開心啊！如果在美國再能看到這樣的景色，特別少，在那西雅圖、大西北那邊根本就看不到，特別西北的地方。Oh my god, that fish is so hey, don't trash him. I'm gonna pet them. 大家可以看這種意境啊，在美國這種地方真的很少見。上次去夏威夷，去那邊的，好像也是日本人開的那個庭院，那裡還是有這種感覺，但是沒有這麼大，然後它維護的也特別好。
哦，对，就是張學良那個墓那邊。對啊，這裡其實感覺跟溫哥華又不一樣了，或者跟西雅圖又不一樣了。西雅圖有一個島不叫 Banbridge 嗎？我之前跟婷婷去過，它島上也有個日本小庭院，但要比這個小得多得多，特別小一個。22.5 actually， 所以2個人是45塊錢。對，要是半年來一次，或者2個月來一次。來會比較好。Yeah, it's part of it. 它甚至连竹林都有，它真的是把所有日本 garden 的那个东西都放进去了。你看，这就是他们那个枯山水的意思。它的园林的美就是给你看那个这种没有東西的樣子，東西都小小的那個樣子。對啊，我還在想，這咋一點都不壯觀呢？這麼塊的地方，總得讓人壯觀一點的東西。冬天看楓葉，然後春天看櫻花。對。走吧，我感覺這個地方還是要這個待在這裡久一點。你要一整天都待在這裡。對啊，就有那種 meditation 的感覺。對，還有個你說這個地方讓它很 calming。calming 什麼意思？就是能讓它安靜下來嘛。哦。calming。對。那我去下面的那個紀念品商店買個冰箱貼吧。Collector。現在從日本 Garden 出來了，然後整個它這個山上外面的這個城市建設超級漂亮。不知道這個財主是誰呀，把這邊 neighborhood 搞那麼好看。然後像波特蘭、西雅圖這種有山有海的地方，就真的生活起來，我覺得是讓人很舒服的。你會有跟大自然共生的感覺。加州其實也是這樣子的。傍晚，我們在市中心小憩。晚飯過後，我們會去一個叫做 Waterfront 的公園吹吹晚風。它位於美國華盛頓州的溫哥華市。從波特蘭市區一路向北，穿過哥倫比亞河河畔就能到達。一條河作為天然的分界線，把華盛頓州和俄勒岡州清晰地分開。拜。大家好，我在溫哥華，現在在華盛頓州。是華盛頓的溫哥華，不是加拿大的溫哥華。OK， 去看看這邊的 Waterfront。吃完飯以後，在這邊散步，看一下夜景。夜深了，晚風吹過，公園裡聊天的人群也漸漸散去，只剩下河堤旁為數不多的酒吧還亮着燈。酒保們正忙着送別最後一波客人。晚安，波特蘭和溫哥華。